在我手上呢，就是 DJI 剛剛推出的 Pocket 4P， 也就是 Pocket 4的 Pro 版本，那也是 Pocket 系列呢第一次迎來了 Pro 的版本哦。那這個 Pro 的點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多一個鏡頭嘛，它的實際表現呢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它完全可以去用口袋電影機的稱號來稱作它。如果你是一個非常追求影像品質，但是又不想攜帶太大的相機，又想要穩定效果的話，那 Pocket 4P 就是目前最佳選擇哦。那這部影片會來介紹的呢，就是3大升級重點以及2個我遇到的小問題哦。我們話不多說，直接開始。Sun goes down so quietly, your hand in mine next to the sea. We don't have to know where we will be. Just breathe it in, stay here with me. Maybe life is only this little light before the morning, before the night. Sunset, sunrise, all we have is this time. Your smile, soft light, I'm alive by your side.第一個重點呢，就是硬體升級的方面。Pocket 4P 呢，比 Pocket 系列以往都還要再多了一顆鏡頭，也就是上面這一顆3倍鏡頭。那3倍的焦段的話呢，就是60mm 左右。那它這次60mm 呢，帶來的是 f1.8 哦 ，f1.8 哦，真的光圈非常的大。那下面這個鏡頭的話呢，就是 20mm f2， 也就論它的焦段的話呢，跟 Pocket 系列基本上是一樣的，但是這次呢，它的感光竟然更換了。那這一點呢，等一下會做比較多的解釋哦。我們還是來聊一下上面這顆鏡頭，就是 60-1.8， 它的感光元件呢也蠻大的，是1.28寸，所以我們可以很直接的带出景深的效果。因为它的感光其實還蠻大的，也像是目前手機界感光比較大的長焦鏡頭，安卓廠商呢會做使用，所以直接帶出的這個閃擊體驗呢是非常的好。所以你在拍攝 Vlog 不僅僅只是想要自拍的話，你想要背拍也好看的話，那這顆3倍鏡頭的表現呢，絕對是比 20mm 還要再更好的，因為你可以帶來很自然的虛化，而且比較好的壓縮感，人臉的整體感受呢也會比較好一點。在帶人跟帶景色的時候呢，也會相當的自然好看。你在特寫任何東西的時候呢，因為它的最近对焦距離也很近，所以得到的景深效果也很好。那它的濾鏡系統呢，需要介紹一下，它跟之前不一樣哦，不是單純的磁吸上去，而是要稍微轉一下，轉下來再轉上去。那它一樣也有磁吸，但它的磁力沒那麼強，它主要是靠那個轉的卡榫把它給卡住。所以你一樣呢，可以上這個廣角鏡頭上去，就下面呢會變成15mm左右。你在自拍的話呢，會更廣一點點。之後呢，你要換上黑柔或者是其他的 ND 濾鏡啊、CP 柔啊，應該也都可以哦。其他硬體優點呢，還是稍微快速講一下，跟 Pocket 4差不多哦。它內建103GB 的儲存空間，所以你真的不用再帶記憶卡。然後再來就是說，它備份速度非常的快，達到800MBs，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再拔記憶卡在那邊備份，因為它的主機直接的傳輸速度呢就相當快嘍。如果你要拿它拍照的話呢，也可以。它拍照呢到了3700畫素，而且我覺得它的重點是它的連拍速度是很快的。你就算開啟RAW檔的最高畫素，你還是可以按一張、按一張、按一張，不會有什麼需要等待的時候。不是完全不需要，但就是體感上呢，我覺得連拍算是蠻舒服的。第二個大重點，它的錄影規格呢也有得到升級哦。那它這個升級幅度呢比較多是在所謂的動態範圍上面，因為這次呢新增了一個新的曲線叫做 D-Log2。那我們這邊來詳細解說一下這個曲線到底有多厲害哦。那這個曲線厲害一點呢，是因為它的主鏡頭呢換上了一個新的感光元件，它是有 LOFIX 技術的。那這個技術呢，其實比較常是出現在就是車用的鏡頭上面。那 LOFIX 技術是什麼呢？我們在每一個像素點容量要爆的時候，就要過曝的時候呢，它多了一個電容，專門拿來儲存那些過曝的資訊。也就是說，我們在高光上面的寬容度呢，可以得到蠻大幅度的提升。這次的動態範圍呢，直接從原本的14、15檔提升到了17點多檔。哇，這個超級誇張，因為17點多檔呢是阿萊電影機的等級才有達到這麼高的動態範圍，所以
這個 D-Log2 的曲線呢，我覺得相當厲害，也讓這個 Pocket 4P 呢得到真的是一個電影級的提升。在我們實際測試下呢，它的動態範圍是真的會比 Sony 的 S-Log3 呢還要再更好。S-Log3 的動態範圍極限呢在那裡，其實我們常使用的人的話呢都會知道。當然，我這邊不是跟你說什麼，這台相機可以打掉全幅無反。我絕對不會講這件事情，我單純是就這個曲線可以達到動態範圍呢，真的是超過目前 Sony 全幅相機的哦。這件事情呢，讓我覺得真的很誇張。所以我們在調色的時候呢 ，DJI 直接給了一個曲線的轉換，讓我們把 D-Log2 轉成 Log C4。所以如果你要跟 ARRI 一起做使用的話呢，它是可以直接對應到它的曲線的。然後 D-Log2 蠻神奇的點呢，在它的最大動態範圍是在 ISO 1600的時候，那我們測試起來的效果就是1600的动態範圍最好，它是達到17檔的那一檔。也會比800再好一點點，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1600的暗部細節呢確實會再多一點，但是800的噪點呢會再少一點點。D-Log2 的曲線呢，相較原本的 D-Log， 其實它直接拍出來的畫面會比較暗一點點，因為它的高光寬容度也比較多，所以我們可以稍微過曝一點。我自己大概是抓 0.7 到1左右啦。那如果你要抓更高的話也可以，但就是我自己還是希望高光真的不要爆掉。虽然它的寬容度很好了，但還是稍微保守一點會比較好。那這就是看個人習慣咯。另外，在 4K 錄製規格的話呢，這次有達到了 4K 240p， 還有 4K 200p。那 240p 呢是在1倍鏡頭，200p 呢是在3倍鏡頭。我覺得這個慢動作的表現是很好，但我唯一有點難過的點就是說，在 Log 的模式下呢，沒有 4K 120的選項，就是2顆鏡頭都沒有。那我會覺得有點可惜。如果 Log 的情況下也有 4K 120的話呢，多數情況下我們可以用 4K 120就好。但它目前呢，就是你要慢動作的話呢，就是要到慢動作的模式，所以只有標準色彩可以去做使用。這是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缺點的地方。那在夜間表現上，我們測試非常暗的情況下，手機其實就不用拿來比，我們直接拿全幅相機來做比較。全幅相機要拍到一樣亮度的時候，要 ISO 10萬欸，所以它的 AI 降噪功能呢，是真的很厲害。所以多數情況下，我覺得这台相機已經符合大多數使用者99%的情況。我說是一般使用者99%的情況。所以這個夜間表現你給過嗎？歡迎留言哦。那第三個重點哦，就是 DJI 的生態系。如果你有很多 DJI 的產品的話，那你用 Pocket 4P 呢會非常舒服，因為像它的麥克風，Pocket 4跟 Pocket 4P 的話呢，都可以做到4聲道的收音，也就是2個麥克風、無線麥克風的收音，還有機身本體的雙聲道的收音哦。這個4聲道的收音呢，真的相當的專業。那補光燈的方面呢，也跟 Pocket 4是共用，後面有電子接點，所以你只要吸上去就可以做使用，也不用額外去做充電哦。這次還有個新東西哦，就是這個取景遙控器。說新東西其實也不是，只是我沒有用過。那這個東西的話呢，就是你可以讓 Pocket 4P 呢無線連線，就是你可以遠端去做調整你的參數，調整你的鏡頭角度，然後要不要錄影等等的。但是我後來才發现說，這個東西呢，居然就是OM8P 上面那一個無線監看螢幕，這是一模一樣的東西耶。所以就知道 DJI 的生態系做得多完整。所以如果你有 OM8P 的話呢，你就不用額外買這個監看螢幕，你直接把 OM8P 那個拔下來呢，就可以跟 DJI 的 Pocket 4或 Pocket 4P 去做連線了。但這個取景遙控器呢，其實顧名思義，它就是取景遙控器，所以它雖然有觸控螢幕，但它沒有辦法做到完整的調控，就是你跟 Pocket 4P 上面所有的調控呢，是在這個上面呢是不能完全去做到的，還是會少蠻多功能呢，像是 LUT 的監看呢就沒有，所以就有點可惜啦。那我們到總結的時候來講2個我覺得算是缺點的東西，就我使用上不順手的地方啦。第一個東西呢，就是我覺得 Pocket 4P 已經強調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口袋電影機，它的 D-Log2 的表現非常的好。但我說真的，我覺得它整體操控呢，並不是專業的器材該有的樣子。就是多數情況下呢，你都什麼東西都要用螢幕去做操控。但如果是我們專業使用者的話，其實我們很仰賴機身的那些按鍵，因為會非常的方便，我們可以快速調整光圈，然後調整對焦，然後又或是調整 ISO 等等的速度都很快。所以我希望未來啦，可以加一些滾輪，讓我們在調整東西的時候呢，可以比較快速一點哦。當然，這是我站在一個把它當做專業攝影機使用的情況下所得到的想法啦。如果你只把它當做記錄生活的好東西的話，那我這些講的東西呢就不重要。在第二個可惜的地方就是說，我覺得它，其實它感光元件呢應該是可以拍攝到 8K， 但是這次呢沒有辦法，所以有一點小小的可惜。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直幅呢還是只給你 3K。我覺得直幅 4K 呢，大家已經敲碗很久了，但目前就是還沒有給，所以我也很希望直幅可以給到 4K。
所以看到現在，你對 Pocket 4P 有興趣嗎？如果你對這台相機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都歡迎留言詢問我。在我能力範圍的話呢，我都一一回答給各位。那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也幫我點個熱推，感謝各位，感謝各位，有你們支持，我才可以繼續做影片。拜拜。